现在你们相信了吧？你居然真给我买了这么贵重的手表，我怎么就冲动的给摔了呢？怎么，什么时候给我磕头啊？文念，你设计陷害我！我什么时候陷害你了？这些话不都是你自己说的吗？石川哥，你看他。文念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非要让青青这么下不来台吗？我让他下不来台。周世川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你怎么这么说石川哥？石川哥又要赚钱又要养家，本来就很不容易，也就不能忍忍你那个脾气嘛。照顾家庭，哪个家？文念，你够了！这就听不下去了。你当时和林青青胡搞的时候，没有一点愧疚吧？温念这几年也太不容易了，既要照顾周世川的面子，还得对付这个小三儿。更何况啊，周世川还不领情，带着林青青两个人夫唱妇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林青青才是原配呢。你别给我整这些有的没的。咱们现在就把账算清楚。哼，就算这块表值10几万，那也是在没经我允许下购买的。现在表毁了，你必须把钱还给我。我拿我自己的钱买的，为什么要经过你的允许？行行好，给我点钱吧。好臭啊！要不咱给点儿？干嘛？房贷不还了？走，臭乞丐！哎，我跟你说件好玩的事儿啊！行行好，给我点钱吧。滚！等我的啊。臭要饭呢！行行好，给我点钱吧。哪来的臭乞丐？滚远点儿！周世川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世川的前女友啊！现在怎么落魄成这个样子了？当年就是我眼瞎，现在眼里只有你。周世川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当初是你说你爷爷重病，钱都给我，让我管钱拿医药费，可最后你却跟他混在一起，把我钱全都骗走了，还说我是谋财害命的捞女。要不是你们，我何苦至此？你起来吧你！那是你自己蠢，你骗不怪得了谁？骗成这样，是你活该。我们走，别理这个疯婆子。救救我！世川，我们帮帮他吧。救救我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们走。求求你帮帮我，帮帮我！好臭啊！求求你帮帮我，帮帮我！骗成这样，是你活该。滚远点儿！讨厌啊！我重生了，重生回3年前，一切还没发生的时候。哎呀，讨厌！
原来他们早就搞在一起了。哎呀，别闹。世川，我们都在一起1年多了，你什么时候跟温念分手呀？你不会还想着他吧？哎呀，怎么会？你再等等，我爷爷病危，坚持不了几天了。我准备借着手术款的名义，找他要回之前的存款。然后呢，到那天你可以借此带你慈善会的同事们一起开个直播，然后啊，咱们再圈一笔善款，这不比直接分手香啊？还是哥哥聪明。周世川，原来你从一开始就算计了我。查清楚这2个人之间所有的转账信息以及消费记录。这需要点时间。我只给你3天时间，3天后把一切都交给我。这是6万元美金，剩下的随便你开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周世川，不管这次你想用什么手段，我都不会让自己再次落入陷阱。周世川，你也该开始你的计划了吧？念念，你在哪儿？我爷爷他快不行了。什么？这可怎么办呀？爷爷从小把我养大，对我一直很好。他现在病危，我不能不管啊。但是医药费太贵了，我手里没有那么多钱。那这些年你的钱都在我这儿，要不我现在转给你吧？不，爷爷生病是我们家的大事儿，家里不会让我们全担着的。是吗？当然了，我爸妈已经联系了家里的亲戚朋友，准备3天后到家里一起商量着筹钱。到时候啊，我们多拿点就是了。好，3天之后我一定到。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林青青，是慈善公益会的主播。我请她来是来直播的，可以帮咱们筹集些善款，顺便可以减轻一下咱们的经济压力。是全国直播吗？当然，我们账号的粉丝量可是很高的。那真是太感谢了。不管你们这次想做什么，我会让所有人知道，错的人从来不是我。我跟世川哥的关系一直都很好，我帮他的忙也是应该的，不用你谢。好了，我也该去准备一下，开始直播了。哦，青青就是这么大大咧咧的，你别跟她生气了。不会，我跟她计较什么？还是念念懂事儿。既然人都来了，就尽快开始吧。爷爷的病不是很急吗？爸妈，念念来了。哎呦啊！念念来啦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经常和你提起的世川的女朋友温念，大家叫她念念就好。哦，这就是念念呀，一看就是过日子的。
可不是嘛，世川的妈快把他夸成花了，还说他又听话又孝顺呢。念念这么好啊，我当然要夸了。你们是不知道啊，自从我们世川跟念念在一起之后啊，我们世川改变了好多呀。世川的工资呀，都给念念存着呢。哦哟，那里存不少钱吧？世川和他爷爷感情好，这次得拿大头吧？那当然了，我和念念存的钱就是给爷爷治病的。哎，念念，你看要不爷爷这手术费就咱们出吧？念念，你看要不爷爷这手术费就咱们出吧？要不说世川是咱们家最有出息的孩子，最让人省心。是啊，还没等咱们开口，人家就把手术费攒出来了。嗨，我年轻，能挣钱，能多出一点是一点嘛。哎呀，你们是不知道的，自从他爷爷3年前确诊了胃癌，我们就3天2头往医院跑。这不多亏有我们家世川在，要不然呢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挺过去。可不是嘛，老爷子1个月的医疗费都得3000块钱，全靠这钱续命，也不知道我爹能不能挺得过去。伯父伯母放心，只要凑齐钱做个手术，很快就没事的。这手术费加上住院费，还有后期的康复治疗，加起来可不少钱啊！哎呀，这咱家的钱之前都给世川买婚房了，这拿不出来呀！唉，要么明天咱俩去找份工作，给世川减轻点压力。不行，你们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能出去工作呢？可老爷子的病也拖不起啊。不用拖，爷爷手术费70万，后续康复30万，我之前存的钱应该还够。念念，咱们现在就把这个钱拿出来。可你哪有100万呀？哎，念念，怎么能没有呢？你看啊，我每个月给你3万，咱们在一起3年，那就这108万。即便是爷爷之前吃药花了点钱，但是这个钱应该还剩下不少啊。世川的工资这么高，肯定攒了不少钱。念念，爷爷还等着这个钱救命呢，你就赶紧把钱拿出来吧。是啊，念念，这笔钱你先拿出来救命，剩下的不够，我们替你想办法。对，可我这儿真的没钱，我总不能凭空变出来吧？哎，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世川的钱都是你保管，现在你说没钱？文念，大家都在这儿等着呢，你就别开玩笑了好不好？我没开玩笑。3年，你让我拿出100万，按你的算法，你3年就只花了8万，平均每个月下来只用3000块钱。世川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世川是男人，平时吃喝又花不了多少钱，不买东西1个月花2、3千也很正常呀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吃住都在家里面，从单位到家里面2点一线，我能花啥钱？可这钱早就没了。不可能，这1个月3万呢，你怎么都花完了你？周世川确实会把每个月的钱给我，但我们吃喝哪样不需要钱？不说吃喝，就光我们租的这个房子啊，1个月就要8000。是啊，房租他们是2人1人1半，1个月还剩2万6。周世川刚才说3年花了8万块钱，那一平均1个月下来就不到2000多一点，这不可能啊！难道是周世川说谎想要讹钱？念念，我承认花销比我说的多，但是这也不可能全花完啊！你实话告诉我，还剩下多少钱？我说了，钱早就花完了。那可是100万呢，你居然全部花完了！这怎么可能呢？这都是我儿子的血汗钱，你怎么能花完呢？他爷爷还等着这救命啊！这么多钱，文念得多败家才能花完。现在年轻的姑娘真是太可怕，以后要是我儿子找对象，一定要好好把关。早看出来这个温念不靠谱，表面看着乖巧懂事，背地里这么能花钱。
周家要拿来救命的钱被儿媳花完了，这些可都是大新闻呀。这话题够炸裂，肯定有流量。可别这么着急给我扣帽子，这钱是谁花的，还没说清楚呢。钱都给你手上了，不是你花的，又是谁？对，除非你现在把这钱拿出来，要不然你就是糟蹋我儿子的钱。我拿不出钱，但我能拿出账目，证明这些钱到底是谁花的。文念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们不是从来都不记账的吗？这件事确实是我思虑不周，没有约束念念，结果让他把钱给挥霍完了。但是，她毕竟是我的女朋友，还是不要把事情闹得太僵。可是老爷子的病，等不起了呀！唉，爷爷治病的钱，我会尽力去筹。文念，既然这件事凑出在你，那你也帮帮忙，从你家里面要点钱。对呀，念念，你和我们家世川交往的时候，你吃穿全都是大牌子，你就念在和我们家世川交往这么多年的份上，这钱你就应该拿。凭什么？生病的是你们周家人，我又没花过周世川1分钱，我凭什么拿钱？念念，我们把你当成一家人，你怎么那么没良心呢？你可是世川的女朋友，难道不知道老爷子对她有多重要吗？如果是我肯定会花这笔钱。这个温念的心，怕不是黑的吧？今天我是见识到什么是蛇蝎心肠。我看你就是不想跟我儿子好好过日子，拿着钱就跑的见女人。你凭什么打我？就凭你对不起我儿子，我当老子的打你怎么了？温念，我们是把你当成小辈，所以才教育你的，这都是为你好。我听说现在有些女的以谈恋爱为目的骗钱，世川不会遇到诈骗犯了吧？这要是我儿子的对象，花这么多钱，把他腿打折。文念，你不会从一开始就是骗我的吧？现在钱到手了，你不认账了？哼，难怪这段时间不让我碰。对了，那天晚上你偷偷摸摸的出去干嘛去了？是不是会情郎去了？你，文念，谁给你打的电话？为什么不接？连备注都没有，该不会真是姐姐的小情郎？姐姐连电话都不敢接了吗？说话是要负责任的，你们这么诬陷我，拿出点确切的证据啊！我亲眼看着你鬼鬼祟祟的出去，不是去偷情还是干什么？无凭无据就能把事情讲到这里？该不会你们俩有什么事儿对不起我吧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跟世川是工作上认识的，我们两个可清清白白呢。是吗？这是全国直播吗？是全国直播就好，这样所有人就能知道谁才是真正犯错的人。文念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这100万到底是谁花的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。哼，文念啊文念，你终于想通了，肯说实话了是吧？我温念没花过周世川1分钱，从他让我开始攒钱，就是一个骗局。他出轨林青青，还想从我这儿捞钱。文念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对我说过的每个字都负责，我温念一直清清白白。好你个文念，你竟然让小白脸登堂入室！你这样让世川哥的脸面往哪里搁呀？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事情的真相。没想到周世川平时看起来一本正经的，背地里玩得这么开。人家都拿出证据了，我看这事啊，多半是真的。
哇塞，劲爆啊！偷情对象就是主播，怎么还有脸直播的？不行，这件事如果真的坐实，我可就毁了。宝宝们，事件证据有待考量，不要人云亦云哦。我会调查清楚，再告诉大家的。今天直播就先到这儿了。周世川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温念，你少在这里污蔑。就是温念，就算你不想还钱，你也不用捏造这些证据来污蔑我和青青的清白吧？对，这都是假的，这都是你胡造的。我儿子怎么是这样的人呢？诬陷！石川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性格人品没话说，哪会出轨呀？可这图片看着挺真的呀。现在 P 图功能这么强大，小无造什么证据 P 不出来？就是，我的团队一天能 P 出一沓来啊！对，周世川，你不会以为我只有这些证据吧？温念，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所有人都知道我对你的好，我怎么可能出轨？就算你拿出再多的假证据都没有用。钱的事我们可以事后再说，你不用拿这些假东西再出来闹了。我都还没拿出证据，你怎么就断定是假的呢？我跟世川哥清清白白，你拿出的东西当然是假的。再说了，你都带了个野男人回来，你说的话有什么可信度？哼，也把人想的都和你一样脏。他要不是你的姘头，怎么会上赶着来帮你？哎，这位先生，说话可以客气一些。我呢是温小姐委托的私人侦探，按照要求来递送证据。还私人侦探？我看你是短剧看多了吧你？我昨天还看一个什么短剧啊？这拿我爷爷垫付医药费，里面就有个嘚瑟侦探。我的事务所是报备过的，如果你们不信，大可以去查。我敢保证，我交的每一份证据都是真实的。三生万物侦探社。哟，还真是私人侦探呐！那你的证据是真的不是啊？拿来吧，大姐。世川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赶快给大家解释清楚。他就说不清楚，也不敢说清楚。我本来只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不想把事做得太绝，是你逼我。你们不是说这图片是 P 的？那就请大家看一下这段视频吧。宝贝，讨厌。世川，我们都在一起1年多了，你什么时候跟温念分手呀？你不会还想着他吧？哎，怎么会？你再等等，我爷爷病危，坚持不了几天了。我准备借着手术款的名义找他要回之前的存款。然后呢，到那天你可以借此带着慈善会的同事一起开个直播，然后咱们再圈一笔善款，这不比直接分手香啊？还是哥哥聪明。假的，这肯定是假的。你可以走了，后续款项我会打给你。视频里录得很清楚，他们在我的房子里偷情，还商量着怎么算计我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偷情都偷到女朋友家里了，真不要脸！要不是温念聪明，早早准备好证据，咱们都被他给骗了。你不是说温念好拿捏，我们这计划一定会成功吗？现在事情变成这样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既然都已经这样了，这钱必须拿到手。温念，我是出轨了怎么样？
能走到这种地步，你该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，是不是留不住男人？周世川，你还真好意思说出这种话？你不要老把自己说得很无辜好不好？要不是你管得我太严，我怎么可能出轨？就是，我们家世川把工资都交给你了，你还有啥不知足的？就是，你以为我真稀罕他那点工资？再说了，视频里录得很清楚，他给我工资是为了算计我。可是我的工资确实都给你了，这点无可辩驳。现在我想要回我的钱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对，你把我们曝光，不就是想装可怜不还钱吗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我看你现在的样子是不想跟我过下去，那你必须还我的钱，1分都不许少。对，镇长必须算清楚。我说过，我没有花过周世川1分钱。好，要算账是吧？咱们就算清楚。周世川，你摸摸西装料子，你觉得值多少钱？西装最考验做工了，我看他这一身啊，不便宜。估计啊，没个1800块的下不来。这不就是件普通西装吗？它能值多少钱？这套西装我可是专门找人手工定制的，光手工费就要花5万。5万？文念，你该不会说把钱都花在买衣服上了？你该不会说把钱都花在买衣服上了吧？还不是因为你要用这些来撑面子。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吗？但也就一套西装，再贵又能值多少啊？他现在的这套西装，不说西装和衬衫，光那条奢牌的领带就要1万。再说了，他这样的可不止一套。那周世川买衣服岂不是得7、8万了？不止，几套下来应该有个20-30万吧。那又怎么样？光买衣服就能把钱花完？就是，这只能说明你拿世川哥的钱给世川买衣服。拿着世川的钱给世川买衣服，剩下的钱不会自己装自己兜里了吧？这算盘打的，我在这都听见了。文念，没想到你好歹多你！文念，这衣服的钱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是其他的钱你总要还给我吧？赶快还给人家！买个衣服能花几个钱啊？哦，你想把钱独吞了？对，就是你独吞的。谁会相信光买衣服就花了几百万？你找借口也不知道找个好点。谁说我只给他买衣服？你们看看他手上戴的那块表，也是我买的，价值至少6位数。6位数？我这辈子可买不起这么贵的表。这周世川过得也太奢侈了吧！女朋友肯给买这么贵的表？你懂什么？表就是男人的第2张脸，表买得好，工作上就有面子。你在瞎说些什么？600万，你知道有多少吗？你怎么可能买这么贵的表？你当初送我这块表的时候说只有几千块，现在不想还钱了，就说这块表10几万。温念，你嘴里还有没有一句实话？温念，撒谎都撒成习惯了。就是我们家世川那么老实的人，就是被你害的。周世川，我当初是看你事业刚刚起步，不想让你压力大，我才说这块表只有几千块钱的。世川啊，恭喜你，终于升职了。谢谢。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礼物？什么呀？这不是劳力士吗？这个要10几万吧？啊？哪有？我买的高仿，也就几千块吧。世川现在压力大，我可不能让他知道这表是真的。谢谢亲爱的，我很喜欢。既然你这么瞧不上我，那就把这块表还给我吧。这么一块破表你还想要回去？温念，我以前怎么没看到你这么贪财呢？
你是怕被我们发现这块表是假的，所以才着急要回去吧？不然这被拆穿了，这钱是还还是不还？你们觉得这块表不值？你怎么可能会买得起这么贵的表？再看看你这身衣服，可能10几块都没有吧？怎么可能会花这么多钱买这表？文念，我就不该戴你这块假表，这让识货的人看到，还不知道怎么笑我呢。石川哥，你别生气啊，以后咱们买更好的。周世川，你可别后悔，这块表可是全球限量款，我也是好不容易才买到的。呸！文念，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？一块假货而已，我有什么好后悔的？你要是真这么有钱，我可以给你跪下磕头道歉。磕头道歉？这玩的也太大了吧！我看呢，这块表就是假的，林青青才敢这么玩。你确定？说出去的话可没有收回来的道理。我就赌你买不起这么贵的限量款手表。这块手表是全球限量款的，品牌方会公布购买人购买信息，你们查一查就知道了。哼，我去，还真是！这款表全球售卖只有10件，其中有一个买家姓温。现在你们相信了吧？你居然真给我买了这么贵重的手表，我怎么就冲动的给摔了呢？怎么？什么时候给我磕头啊？文念，你设计陷害我！我什么时候陷害你了？这些话不都是你自己说的吗？石川哥，你看他。文念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非要让青青这么下不来台吗？我让他下不来台？周世川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你怎么这么说石川哥？石川哥又要赚钱又要养家，本来就很不容易，也就不能忍忍你那个脾气嘛。照顾家庭，哪个家？文念，你够了！这就听不下去了。你当时和林青青胡搞的时候，没有一点愧疚吧？温念这几年也太不容易了，既要照顾周世川的面子，还得对付这个小三儿。更何况啊，周世川还不领情，带着林青青2个人夫唱妇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林青青才是原配呢。你别给我整这些有的没的。咱们现在就把账算清楚。哼，就算这块表值10几万，那也是在没经我允许下购买的。现在表毁了，你必须把钱还给我。我拿我自己的钱买的，为什么要经过你的允许？你哪来的钱？不还是用我的工资吗？就是啊，你这么能乱花钱，把石川哥这么多年的工资全给花掉了。我们家本来就没什么钱，你又这么能花钱，早知道你这么败家，我就不该把钱交给你保管。我败家？你穿这些衣服戴这块手表的时候，怎么没说我败家呢？你也没跟我说这些东西有这么贵。我说了你就不戴了吗？总之，这些没经过我允许买的东西，必须由你来负责，我就不认。除了这些，应该还剩不少钱吧？我哪有钱？我还没给你算日常开销呢。算就算，日常能花几个钱啊？这个房子1个月房租8000，加上夏天空调一开就是1整天，还有水电费、物业费，一共2000，总共是15000。当初租这个房子，你可是也同意的吧？不能可全怪我自己。不是你说这离你公司近点，你不用来回跑吗？哼，好，就算因为我房租增加了，那也才1万多而已啊。还有，你平时从不做饭，我们都是出去吃或者点外卖，1个月就得5000。周世川不是告诉我们，他经常给他女朋友亲手下厨做大餐，难道这都是假的？这平常塑造的人设，不就是他了吗？你跟你朋友的饭局，1个月就得4、5顿，顿顿都是4、5千，每次让我给你转钱，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？要是这么算的话，周世川的钱全部花完也不是不可能啊。
就是啊，这些钱加上周世川的那些西装和那块表，已经超过周世川挣的钱了吧？所以说，周世川才是吃软饭的。这3年一直是温念在补贴这个家。周世川，这些年一直都是我在照顾家，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我们分手吧。不许走！这个项目的分成，咱们必须拿到9个点，不然就免谈。你先别忙你工作了，是公司重要还是女儿重要？好了，不说了，一定要把这个项目拿下来。怎么着，女儿有消息了？找到了，当初他为了那个周世川和我们俩闹别扭，一走了再没有消息了，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，原来一直被人欺负。念念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？当初是他非要走，在外面受了委屈，怎么会回来诉苦？连我温氏的掌上明珠都敢欺负，活得不耐烦了。孙特助，董事长，动用温氏所有的人，现在就去查我女儿在哪里。是。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还要怎样？你别忘了，这些钱我只是交给你保管而已，我可没让你花了。周世川，你好意思说出这种话？没经过我允许花的这些钱，我有权利追回。对，世川哥只是让你保管，又没让你花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样的人？见钱眼开，唯利是图。哼，你不也一样吗？你要不是看在我有潜力的份上，你会跟我在一起？要是再来一次，你就是千万富豪，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。你少装模作样，即便我是千万富豪，我也不可能看上你。总之，那些钱你必须还给我，否则你今天就别想踏出这个大门。没经过我允许花的这些钱，我有权利追回。我什么时候背着你花钱了？温念，你买的这些衣服和手表不就是证据？你还敢死不承认？那些东西可都在你们身上，为什么要我拿钱？这些都是你自愿送给我的，跟你欠钱那是两码事儿。周世川，我什么都不欠你，是你欠我的。哎，你少在这儿胡说！你要跟我儿子分手，你得赔钱，还得赔分手费。分手费？那当然了，你不是要和我儿子分手吗？当然得给分手费了。还有，你得把之前花我的钱加上这个分手费一块拿过来，这样我才同意。凭什么？你骗光了我的钱，想分手就分手？你都把小三带到我面前了，还好意思问我要分手费？温念，你说谁小三儿？我说谁心里清楚。我不管是李青青、林青青还是周青青，我温念不奉陪了。哎，我儿子跟你在一起2、3年，给你付出了那么多，你不得赔钱呐？就是，世川哥哥长得这么帅，真是便宜你。帅，你要是觉得帅，我让给你好了。温念，你别以为你这么说就能引起我的注意。我劝你还是别自作多情了。温念，你那么有钱，给点钱怎么了？我就是把钱扔了，也不会给你们这个吃人不吐糊涂的家庭。你怎么跟我妈说话的？你打我！这一巴掌打得不轻啊！他们周家凭什么打人啊？我打你一下怎么了？你凭什么羞辱我的家庭？不是你们一直在咄咄逼人的吗？我要回我自己的钱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要是我女儿这样，我也打。没进儿也不能对家长不尊重啊！辛辛苦苦挣的钱突然就说没了，这谁能受得了呀？你们打人还有理了是吧？温念，如果你一开始老老实实把钱还给我们，事情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是你们逼我的，我一开始不打算计较那么多的。谁怕你？就是说的好像跟我怕你似的。哼，好啊，那我们就看看谁能笑到最后。温念，
你是在威胁我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是在谁的地盘？对，在我们这儿，难道还能被你给欺负？你们别太过分了。过分吗？不过就是石川哥打了你一巴掌，这就忍不了了。我们还有更过分的呢。住手！住手！你也配动我女儿？念念，爸妈来晚了，我们应该早早找到你，就不用受这么大的委屈了。爸妈，我没事。周世川，你对得起念念吗？她才是你女朋友。那个，爸，啊，你觉得我这个男朋友怎么样？他是做什么的？他现在在大公司上班，事业刚刚起步。唉，我不同意。为什么？你从小到大在我们身边，从来没吃过苦。你跟他在一起，能过什么好日子？爸，你别看不起人，我们大学就在一起，他对我特别好，每天早上都给我送早饭，一有空就来陪我。反正他就是对我特别好。念念，谈恋爱跟结婚是两码事儿。你知道他父母是做什么的吗？他家境怎么样？在这件事情上，我绝对不允许你任性。那我也愿意跟他在一起啊。念念，你别惹你爸生气，他为你好。你们口口声声说为我好，有谁真正站在我的立场考虑过？嘿，还学会顶嘴了？你跟这么个穷小子在一起，能有什么好日子？没准到最后还得花你的钱来维持生计。那我也愿意跟他在一起。我跟他在一起，我就觉得特别快乐。哎，你，念念，别理他，过2天就回来了。行了。爸妈，对不起，我当初不应该跟你们吵架，更不应该离家出走的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们在我这儿演什么苦情剧呢？啊！周世川，我当初就不能任由女儿和你在一起，你不配。怎么，你女儿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吗？我不配。周世川，你就是这么跟我爸说话的？怎么了？是你爸先侮辱我的。你们不就是普普通通家庭，还说我不配？还真把自己当千金大小姐了，给我提鞋都不配。说话给我放干净点。哟，文念，为了装阔绰可下了不少本钱啊。你父母这身衣服买的不便宜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肯定是拿石川哥的钱去孝敬你父母了，要不然怪不得说自己没钱。文念，你太过分了，居然拿我的钱给你父母买东西，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哎呦，你们看看啊，我自己养大的儿子，我没享到福，倒是让他们父母享到了。太过分了，未经人家允许就花人家的钱。用现在的词叫什么来着？叫捞女。不是，你们怎么肯定我是拿周家的钱买的？哼，周家那点钱我还看不上眼。别装了，你们一家子真是说话不打草稿。不拿石川哥的钱，那你拿谁的？文念，你就承认吧。看你爸妈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能找什么体面工作？肯定是靠你，靠我的钱接济。周世川自大也该有个限度。我说的不对吗？文念，你家什么情况？我再清楚不过了。好啊，那你说说我们家什么情况？乡下人。看来这些年你就根本不想了解我。一家子乡下人，我了解什么？你爸妈要是真是什么大人物，你早不就开始炫耀了？我可不像你那么虚荣。到底是谁虚荣？我爸妈辛辛苦苦打工挣钱，都不敢多花1分钱。你爸妈倒好，买这么贵的衣服。我父母花钱买这些衣服很轻松，为什么不买？不可能，这衣服一看就价格不菲，普通人买1件都困难，何况是1整套。文念，拿我的工资给你父母，你好意思吗？我再说一次，
我父母花的是他们自己的钱，衣服是他们自己买的，跟周世川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温念，你问问在场所有人，谁相信你这些鬼话？你跟周世川省吃俭用了这么多年，你爸妈要真有钱，早就该接近你了。可不是嘛？你觉得你们掏钱买身衣服穿上就是有钱人啊？也不拿镜子照照，你们是什么样的人？你以为什么样？这只不过是我衣柜里最普通的衣服。你以为你是首富吗？我爸是温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江城首富。你别开玩笑，他要是首富，那我就是周氏集团董事长。世川哥，我终于知道温念为什么这么爱撒谎，因为他父母就爱撒谎，所以才教得他满嘴谎话。那你父母是小三，所以养出你这个狐狸精吗？世川，温念，你能不能尊重点人？尊重？他配吗？他刚刚是怎么对我父母说话的？你没听见吗？那是你一直在撒谎。你知道江城首富手握多少权势吗？你就敢让你父母假扮首富？江城首富可是一手遮天的人物，怎么可能会是你爸呢？怎么不可能？江城首富在商圈叱咤风云，雷厉风行，说一不二。在江城，他稍微跺跺脚，地都要抖3抖。你就不怕把人给得罪了？看来你还是挺了解他。那是自然，我在公司的业务都想要跟温氏合作。你们一辈子都合作不了。温念，你就不能碰我点好？我只是陈述事实。我爸是江城首富，不可能跟你合作的。你醒醒吧，温念，你做什么白日梦啊？你爸要是温氏集团董事长，我就是条狗。你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我笑啊，没想到还真有人把自己当狗呢，都委屈狗了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温念，世川哥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这么羞辱他呀？怎么不服啊？有本事就别耍嘴皮子功夫！你不是一直在吹嘘你爸是董事长吗？好啊，那就拿出证据给我看。对，空口无凭的在说什么？有本事就拿出点实质的证据，合同、名片，拿不出来就是在撒谎。我听说温董事长有一枚徽章，是温氏集团最高的象征。你爸有吗？你们该不会连这枚勋章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吧？首富可是咱们江城最出名的人物了，也不打听清楚就敢冒充。我看他们呀，就是想钱想疯了，装谁不好，装首富，8成是从乡下来的，没见过世面，以为这样咱们就相信了。温念，你让你爸妈冒充董事长和董事长夫人，这要是传到首富的耳朵里，你们一家可就完了。温念，识相的话就赶紧把钱交出来，要不然我们就把这件事抖出去，我看你们还怎么嚣张。不过是一枚普通的徽章，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变成了首富的象征。怎么可能？这枚徽章只有温董事长才有啊！早就听说温氏集团董事长有一枚徽章，平时根本不会轻易示人。那你知道长什么样吗？不知道。他这枚徽章是假的。对，就是这个破勋章，镶几个假钻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少在这里吓唬别人。就是啊，那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几10块钱在地摊上买的假货呢？随随便便整个勋章就敢冒充温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你把我们当傻子耍？这枚徽章是我爸专门找珠宝设计师设计的，是我们温氏集团的象征，你们绝对找不出一模一样的来。怎么可能独一无二？我看你就是编出来吓唬人的。哼，这种东西我分分钟找来一模一样的，淘宝上多了去了。那你找啊，看你能不能找到一模一样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温念明明就是普普通通女孩，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背景？但如果是真的，那我不就是在跟董事长女儿作对？石川哥，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没找到又怎么样？有可能是商家还没有上架，
本身这种东西仿品就是见不得光。找不到就说找不到，找什么借口？现在你们有谁还质疑？看这架势，说不定是真的，要不然怎么搜不到同款？万一真是董事长，咱们刚才说的话不就闯大祸了？就算这个徽章是真的，也不能证明他就是董事长，有可能是他偷来的。哦，整个温氏集团都是我的，我需要偷自己的东西吗？你在假装什么？拿着破勋章还真演起戏来了。好，我不听你在这胡搅蛮缠。哼！孙秘书，这里有人质疑我的身份，你得给我证明一下。装模作样吓唬谁呢？随便打个电话就想吓唬人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打给自己的同伙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可不上当。是不是装模作样？等会儿就知道了。别等一会儿，你们跪下来向我求饶。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几个能说出什么花样来。等坐实了是假的，我们就报警，把你们几个假冒的全部都给抓起来。那咱们就等等看，看错的到底是谁。儿子，这万一他真的是董事长，这你们说话是不是不太好吧？什么万一啊？肯定是假的。他们家情况我还不了解吗？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家庭，怎么可能是董事长亲戚？董事长，你找我？这里有人对我的身份提出了质疑，你来证明一下。这是哪儿找来的群演啊？切，就是，那你以为是拍短剧的？我是孙特助，现任温氏集团副总裁兼董事长特别助理。这位是我们温氏集团董事长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不知二位对我们董事长身份有何质疑？需要提供什么证明？你们做戏还真是做全套，这人早就在门口等着了吧？他这个徽章一看就是新的，一看就是刚买来吓唬人的。这是董事长佩戴了20多年的徽章，全球仅此一枚。你们诽谤董事长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这勋章，你说真的就真的呀？这枚徽章是董事长在小姐出生那年特意定制的，背面刻有小姐名字。当年这件事有不少媒体报道，你们大可以看看。哎呦，你居然真的是温董！我们就是随口一说，开个玩笑而已，你别当真。开玩笑？你们刚刚可不是这样，现在知道怕了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开个玩笑怎么了？首富怎么可和我们这种小人一般计较呢？从一开始你们就一直咄咄逼人，现在闯祸了，就用开玩笑就代替了。天下哪有这种好事儿？念念，你觉得要怎么处理？念念，是我错了，我刚才是被冲昏了头。是我错了，我刚才是被冲昏了头。现在知道错了，刚才你指着我鼻子骂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觉得自己错了呢？念念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质疑你的身份，更不该联合林青青来欺负你。你要骂要打都可以。你也配让我女儿亲自动手？我不配，我不配。可是这一次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就原谅我好不好？周世川，别在我面前演戏。你以为现在的我还跟以前一样好骗吗？念念，就看在我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，就给我个机会向你道歉。感情？我们什么时候有过感情？从你联合林青青一步一步羞辱我开始，我们的感情就被你亲手碾碎了。我都是被林青青给蒙蔽了。周世川，你在说什么？快去哄哄你的小情人吧，一会儿人家就气跑了。念念，我发誓，我最喜欢的人只有你，我会向你证明的。喜欢我？周世川，你的喜欢太廉价，
我要不起。周世川，你根本配不上我们家念念。但凡有点良心，以后离他远一点儿。阿姨，我知道我以前混蛋，但是我对念念是真心的呀。我以后我一定会对她好。真心？真心就是你眼睁睁看着她被羞辱，真心就是你帮着外人一起欺负她，是吗？我们念念不需要这样的真心，你去给别人留着吧。周世川，我们温家虽然低调，但也不许任何人欺负。你今天对我女儿造成的伤害，我会一笔一笔的跟你们周家算清楚。爸妈，我不想再跟他牵扯这么多了，咱们走吧。温念，不要走。如果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意，我可以改，我任何事情都会为你做，只要你肯回头，我什么都愿意给你。周世川，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牵扯，咱们之间没有关系。温念，你少在这欲擒故纵，你别以为你这样就能得到世川。抢走，他也配？林青青，也就你拿他当个宝。既然你这么喜欢，那我就祝你们这对狗男女百年好合。念念，不要理那些无理取闹的人，我们走。走。温念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就算你不原谅我，我会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等你，直到你回心转意。念念，几点了？怎么不叫我起床啊？念念，我忘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世川，该起床了。我不，我要再睡会儿。别闹小孩子脾气了，快起来。5分钟，再睡5分钟。不行，再睡5分钟你可就迟到了。起来。念念，有你真好。我们以前真的很甜蜜，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周世川，你真是个混蛋！一定是念念回来了，我就知道他舍不得我。念念。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，慢热的却停不了，还在沸腾着。看时光任性快跑，随意就转折。慢冷的人啊，也对，会自我治念念还在生气，他才不会回来。听不见挽留，这世界大的让你很难不理由。念念，我一定要把你追回来。念念，周世川，你来我家干什么？念念，你刚下班啊？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鲜花，喜欢吗？周世川，你送错地方了吧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不，我没有同意就不算分手。念念，我昨晚一直在回忆咱们的点点滴滴，我们一起去看日出，一起去游乐场，你还记得吗？念念，我们之前那么甜蜜，怎么能轻易分手呢？周世川，你别以为你说几句话，我就会原谅你。从你出轨林青青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再也不可能了。不，一定还有机会挽回的。念念，你看，
我已经把他的联系方式都删除了。我其实就是跟他玩玩，没有当真的。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更讨厌你。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你走吧。念念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周世川，你放开！我不放开，我一辈子都不会放手的。周世川，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更讨厌你。我给过你机会的，但凡你有一点真心，我都不会把事情做这么绝。念念，我知道你介意我和林青青，但是我跟她真的没有什么，而且是她先勾引我的。勾引？周世川，出了事就把脏水泼给女人，你但凡有一点责任心，我也不必这么看不起你。念念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要我怎么证明都可以。你还以为我跟3年前一样好骗吗？这些年，你真的觉得我一点察觉都没有吗？去年你说好了要陪我过生日，结果一个电话就说临时有事就走了。那天是去陪林青青了，是吧？那天晚上我等到凌晨。我没有，念念，那天公司真的有事儿。今年年初下暴雨，我在公司，我让你来接我，你都不肯。那时候你副驾上坐的是林青青，对吧？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？我给过你太多次机会，是你不珍惜，现在也别怪我无情。念念，我该死，我不是人。念念，你告诉我要怎么做你才肯相信我呀？我说过，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不可能跟你在一起了。周世川，我的爱不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。从今往后，不要再出现我的面前，脏了我的眼。文念，我一定不会放弃的，你等着，我会证明给你看。哎，你看这儿有个帅哥，哎，他手里还拿着爱心便当呢，应该是给女朋友送的吧？之前怎么没有在附近见过呀？啊，该不会是谁谈恋爱了没告诉我们吧？就是，也不知道是谁呀。中午吃什么？要不要一起吃点？念念，你看这儿有个帅哥。我们谈恋爱3年，你一次都没来过，分手了倒是知道来献殷勤。别看了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男人。念念，你是不是认识啊？不认识。哦。念念，哎，你看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午餐，都是你爱吃的，尝尝。哦，念念，这是你男朋友啊？那刚才他已经不是我男朋友了。念念，别叫我念念，我已经跟你把话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跑来是想让我难堪吗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想重新追求你。我是想重新追求你，这些都是以前你为我做的，以后由我为你做，我会照顾好你的。这，别再做这些无用功了，你这么做只会提醒我之前爱你的时候有多愚蠢。你跑到我公司来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闹，不就是想逼我就范吗？不是的，念念，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，我给你发信息才知道你把我拉黑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，我才来公司找你的。你要让我说多少次，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。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好说的嘛，不用闹得这么难堪嘛。是啊，我看他还挺有诚意的。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对呀，谈恋爱嘛，说开了就好了，是吧？念念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应该向前看。
只有经历过那些，我才会更爱你啊！我是不会回头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了。那我就每天来这里等你，早中晚我都会来。你需要什么，我就给你带什么，直到你原谅我。那你就看看，我会不会多看你一眼。走。到底我怎么做，你才肯原谅我？你怎么来了？石川哥，咱们都好久没联系了，给你发消息你也不回，你看看我是不是都瘦了？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想我吗？林青青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石川哥，你再这样，我就真的要生气了。好，那我就再说一次，我不喜欢你，我们分手。我不信，你说过你要娶我的。你就当我是胡说。你走吧，不要再纠缠下去了。我不要分手，你是不是还想着文念？他都不要你了，你还想着他干什么？这半个月你一直在他公司楼下，他都不想看你，你为什么还要在那里？我跟念念的事儿跟你无关。他都不要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回头找他？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了？在我这儿，他就是最好的，谁也比不了。你走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。文念，都怪你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喂妈，我在逛街呢。看清楚了，就是他错不了。蝴蝶酥，我们要不要现在就上？跟这么久不就为这一刻吗？问什么？上！啊！嘿，念念，怎么办？我跟念念正打着电话，她说给我买蝴蝶酥，然后念念那边没有声音了，我一直打电话没有人接，念念不会出事了吧？先别着急，我现在就派人去找念念。你发现的及时，她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我们只有这一个女儿。你放心，无论出现什么事情，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一定不会让念念有事。可惜了。你们是谁？为什么绑架我？醒了，醒了好呀，醒了才有意思。你们放了我，只要你们肯放了我，你们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们。别以为你给我们点好处就能忽悠了我们，放了你，死的是我们。不，我保证不会。只要你们肯放了我，你们想要多少钱，我都可以给你们。你们做这个也是为了钱吧？谁让你们来的？他给你们多少钱，我给双倍，不，10倍。你可真敢说呀！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我爸是温氏集团的董事长，只要你们肯放了我，他肯定愿意给你钱的。你真愿意拿出这么多钱？当然，你们放了我，然后把幕后主使给交出来，一切都由他来背，不是更好吗？一帮子蠢货！文念，你这张嘴可真厉害，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被你说服啊？林青青，是你收买的他们来绑架我的。
对啊，就是我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帮我找的这个人，绑架他，事成之后给你50万。没问题。李青青，你想要干什么？为什么要绑架我？我为什么绑架你？你心里不是很清楚吗？你在直播间给出的证据，让我变成人人喊打的小三，毁掉了我的事业。难道我就会放过你吗？我从来没想过让你丢掉工作，是你联合周世川来设计我，事情才发展到这个地步的。你的意思是我毁了我自己？文念，你别装了。要不是你缠着世川，他早就跟我在一起了，我怎么会变成小三？那你应该去找周世川，而不是和我在这儿发疯。是他脚踏两只船，让你给他做了这么多事情，现在连绑架这种事都做得出来。林芊芊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只会害了你自己？林芊芊，你清醒一点好吗？别在这里假惺惺了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想要挑拨我跟世川的关系吗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等你没了，就再也没人能打扰到我们了。我从来都没想过要打扰你们，是周世川抓着我不放，你应该去找他呀！哼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是你在勾引他。青青，你就这么恨我，把所有的错都怪罪到我身上？对，我就是恨你，我恨你让我在所有人面前都丢尽了脸，我恨你分手了还能让世川挂起，跟我分手。我就是嫉妒你，嫉妒你轻而易举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一切，有爱你的爸妈把你宠成公主，拥有优渥的家庭，让你再也不用为生计发愁。我就是要看到你最狼狈的样子，让你也尝尝痛苦的滋味。林青青，你把所有的错都归结到别人身上，永远学不会自我反省。就算没有我，你也永远不会过好自己的人生的。闭嘴！我不允许你这么说！住手！住手！你们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好，我们不过去，你别动我女儿。只要你放了我女儿，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。要钱我给你钱，要工作我可以给你安排工作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我不要钱，我只要他死了。他只有死了，我才能解气。妈，你们快走，别管我，他已经疯了。世川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青青，你冷静点，你放了温念，你不是一直想让我回到你身边吗？我向你保证，只要你放了他，我就跟你走，而且永远不分开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只要你放了温念。你还是为了他？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是为了他？我现在就要他去死！我现在就要他去死！念，你们都别过来！谁要是再过来，我就真杀他！我说到做到！求求你了，放了我女儿吧，她还年轻，她还有大好的前程。你想要什么，我们都给你，哪怕你要我的命都行啊！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真感人啊！好，可以放过他，只要你跪下来求我，我就放了他。不能跪，他欠你们的。都要死了，还这么多话！求
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放了我女儿吧！妈，你们快起来！他不配，你们快起来！温念，看看，就算你是首富的女儿又怎么样？就算你爸妈再有钱又怎么样？现在还不是要给我下跪？你不是最骄傲吗？你不是觉得什么都比我强吗？啊！现在还不是一摇摆步啊？你觉得你已经赢了吗？他们现在这样，都是因为你就是个累赘。我们都已经跪下了，求求你放了我女儿吧，她没有任何错呀。她还没有错，抢我男朋友毁我事业的人不是他们。说，快说你们女儿就是抢了别人男朋友的小三。是她不懂事，是她对不起你，但是你别怪她，是我们没有教好。现在知道错了，知道心疼你爸妈了，早干嘛去了？你爸妈现在这样，都是因为你。还有你，周世川，你也给我跪下！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最爱温念吗？啊，怎么不愿意？看来你也不是真的爱他。那我现在就杀了他！别，周世川，你快跪，求求你了，快跪呀！我跪，你别伤害他。周世川，你到底有没有真的爱过我？青青，对不起。闭嘴，别说了，周世川，你根本就没有心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爱温念吗？不是愿意为他去死吗？好，我给你这个机会，你敢不敢替他去死啊？你敢不敢替他去死啊？青青，你冷静点，别再做下去了，放了温念。可以啊，那你来替他。林青青，你看看清楚，他这个男人谁都不爱，他只爱他自己。为了这个男人搭上自己的一生，值得吗？周世川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那我这些年算什么？我做的这一切都算什么？林青青，我从来没想过要伤害你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是啊，青青，你总该为自己想想吧。你把刀放下，你先把刀放下。有什么事儿，咱们可以慢慢商量。我想要你的心，你给吗？周世川，你什么都不干，你在装什么深情？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没想到最可恨的人是你，我最该恨的人也应该是你。住手！我要杀了你们！你们都不该好死！念念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刚才吓死妈妈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把他带走，绑架、故意伤害罪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温念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一时糊涂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饶了你？让你再次伤害我吗？不会，我就是一时糊涂，再也不会这样了，你就饶了我吧。啊！林青青，犯了错就要负责任的。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是你不珍惜。
那你就自己受着吧。对，把他送进警察局，这样歹毒的女人就应该坐牢。哼，念念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做好后续的事情。哼，保证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周世川，这件事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没有啊，念念，你为什么这么问？林青青，再不开口，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林青青，再不开口，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念念，你脖子受伤了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周世川，这么着急带我走，是想让林青青独自承担下责任吗？温念，你比我聪明。周世川确实一点都不无辜。林青青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周世川，不是你一直引导我说我们分手都是因为温念吗？不是你告诉我的逛街的地方，让我制造机会，让我去绑架他吗？现在我想明白了，你就是想借这次绑架，让你英雄救美，讨他的欢心。你胡说！念念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就是见不得我们好。周世川，如果你不知道，今天又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我不要再狡辩了，我们找念念都费了那么大功夫，你要是不知道地址，怎么会找来的这么轻松？周世川就是主谋，他策划这一切，就是想继续再当首富的女婿。胡说八道！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次事情。你这个歹毒的女人，你们快把她带走啊！周世川，你把在场的人都当傻子吗？周世川，你把在场的人都当傻子吗？你现在不说也没关系，留着跟法官说吧。我会让律师调查所有的证据，到法庭上跟法官去说吧。念念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念念，我就是想让你回到我身边的。离远一点，你这个人渣！念念，我确实想趁这个机会英雄救美，谁想到下手这么狠呐！哼，到现在你还不承认？周世川，我很累了，你留着话跟法官说吧。啊不，念念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以后离你远远的。别叫我念念，我觉得恶心。把他们都带走，交给警察处理。啊，念念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真的不能坐牢啊！念念，念念，没事了，都过去了，以后有爸妈陪着你啊。爸妈，我们回家。都怪那两个人，让我们念念受这么大的罪。妈，我现在不是没事了吗？而且医生说了，我这恢复的很好，过不了多久，疤痕就能完全消失了。爸妈，周世川和林青青那边有结果了吗？他们两个呀，一上了法庭就全招了，昨天都判了，以后啊，他们再也不能来烦你了。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后悔自己做过的事。后悔也没用，犯了错呀，就要接受惩罚。希望他们出来以后能够改过自新吧。念念呀，都过去了，你会有更美好的人生。我知道，妈，那些不好的人和事我都已经放下了，就当是一场噩梦，早些改行了。那就好，只要你开心呀，我和你爸就开心了。我还有完美的人生呢。来来来，快尝尝。甜，爸你尝尝。哎，李叔家的儿子，我觉得长得挺帅的，要不然你们再接触接触。吃个苹果堵住你的嘴巴。爸，你就这么着急我嫁出去啊？逗你玩了。